谢小姐，到了，进去吧。谢小姐，看来这南家还没人教过她规矩。大小姐请。3日前，我还是百年世家谢氏的当家主母，一睁眼，竟成了这现代豪门遗失在乡下的真千金。但不论哪个时代，规矩就是最好的武器。大小姐到了，看来是懂礼貌的，只是不对我。桑宁，你终于回来了，这些年在乡下受苦。妈，都是我害姐姐受了这么多苦，不如把我衣帽间里的全新高成都送给姐姐吧。我受点委屈没关系的。傻孩子，你当了妈20年的贴心小棉袄，妈怎么舍得让你委屈？桑宁，你刚回来不懂京圈的规矩，先跟着思亚多学学，别给南家丢脸。是啊，姐姐，京圈水深，名媛交际的规矩繁多，你有什么不懂的，尽管问我，我会慢慢教你的。让我跟一个怯战秋潮的假货学规矩，真是滑天下之大骄。我乃百世门阀的当家主母，一言一行皆是天下世家奉行的典范。就凭他这点拙劣低级的绿茶手段，也配教我做事？今日我便大发慈悲，教教你们这群暴发户，什么是真正的门内规矩。姐姐，你这么看着我做什么？就是一股子猪粪味儿。陈妈，带他去洗洗。弄脏了波斯地毯，他8辈子都赔不起。行了，接回来就安分待着。爸，贺家老太太的寿星请柬拿到了吗？拿到了。贺家可是咱们南家登天的梯子，这次寿宴，全家都要谨言慎行。爷爷，我听说京圈那位太子爷贺家三少贺思月这次也会露面。贺三少，那可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京圈活阎王啊！要是我能入了他的眼，别做白日梦了，他手段狠辣，从来不让任何女人近身3尺。你只要去宴会上混个脸熟就行，你还入不了他的眼。我可是京城第一美人，不信连他一个眼神都不给我。霸道活阎王，高岭之花，在我这儿只有守不守规矩的晚辈。至于你，一个大学都没念过的村姑，贺家寿宴你不许去，免得丢尽南家100年清誉。喂，谁让你走过来的？无规矩不成方圆。一个真正底蕴深厚的家族，必然是规矩森严，长幼有序，主次不分，嫡庶不明，才是真丢脸。桑宁虽流落乡野，却未忘骨血里的教养。爷爷，请用茶。好一句无规矩不成方圆，不愧是我南家的血脉。你们看看桑宁，再看看你们自己，一个坐没坐相，歪歪扭扭成何体统？一个口出秽言，拿钱砸人。这就是你们学了10几年的豪门教养，简直毫无仪态，不懂规矩。南桑宁好样的，你等着，豪门的规矩让我教教你。假千金的手段和无能弟弟的挑衅，对我来说驾轻就熟。陈妈，还站着干嘛？快带小姐去休息。是。谢小姐，太太吩咐了，您刚从乡下回来，身上不干净，2楼的客房还没收拾出来，今晚您就先委屈在杂物铺歇一晚吧。你叫我什么？谢小姐啊，这不还没改口吗？爷爷方才当众喝了我的净茶，认了我的血脉。你一口一个谢小姐，是觉得爷爷老糊涂做不得主，还是你这恶奴胆大包天，敢越过家主来定我的身份？我不敢。主家仁慈，不代表奴才可以骑到主子头上。今日你敢把家主认下的长孙女塞进杂物房，明日是不是就敢爬到爷爷头上作威作福？饶嘴！大小姐，是我瞎了狗眼，是我嘴贱。求大小姐千万别告诉老爷子，我这就带您去2楼最大最好的客房。
父亲无能，母亲偏心，弟弟玩路，一个鸠占鹊巢的假千金也敢踩在我头上作威作福。这偌大的南家，竟没一个能撑得起门楣的。既然重活一世，与其养人鼻息讨饭吃，不如自己当家做主。这南家的权，我夺定了。都几点了还在睡？乡下野惯了，到了豪门就得守豪门的规矩，立刻滚出来学礼仪！你来教什么的？我是南太太请来教你豪门规矩的，省得你这土包子出门给南家抹黑。你若是个懂规矩的，现在就该在楼下候着，让佣人通传。你敢教训我？我们上流社会的规矩是让你来教规矩的，不是给我当祖宗的。哪里的规矩，让你举着棍子指着主人说话？你简直狂妄！连最基本的主仆尊卑都不分，你也配教书于神？你被辞退了。南桑宁，你给我滚下来！爸，您别生姐姐的气，姐姐在乡下没上过学，不懂尊师重道也是正常的，您多包容她。你还不快点给人道歉？她不配教我，所以我让她走。口出狂言！他是我花重金请回来的，你这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爹？蔡老师恃红粗鼻，言语无状，我擅自做主辞了他，是在维护南家门楣。难怪爷爷交给您的城南大项目会被您搞得亏损3个亿。你胡说什么？你怎么会知道？说的没错，连个家教老师都看不准，你还有脸大呼小叫？那个城南项目要不是我拿老脸去填窟窿，南家早被你败光了。爸，我错了。桑宁做得对，这种上不了台面的东西不配进我南家的门。辞得好。南老先生，我这就滚，这就滚！该死，我费尽心机讨好爷爷20年，他才回来第2天出尽风头，不行，绝不能让他在南家站稳脚跟。桑宁、思雅，你们2个去挑几身好衣服，今晚随我赴贺家老太君的寿宴。爷爷，姐姐她礼仪都没学过，贺家那种场合，桑宁骨子里的规矩比你端庄100倍，就这么定了。是爷爷。好啊，贺家寿宴水深得很，南桑宁，我看你到时候怎把南家的脸丢尽。贺家寿宴，活阎王贺3少，正好去会会京市真正的权贵，这大权我一步步夺回来。南桑宁那个土包子，估计连礼服都没见过。今天我就让他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豪门千金。穿得跟去奔丧一样，穷酸样，看你会怎么丢人。哎呦，这就是南家刚从乡下接回来的那位吧？第一次见这么大场面，腿软没啊？就是，这里的地毯可是波作纯手工的，踩脏卖了你都赔不起。我跟你说话你没听见吗？我警告你，不懂规矩就缩在角落里，少在这丢我们京圈的脸。陈小姐这么紧张，是因为以前在这种场合干过蠢事儿，落下病根了。你胡说八道，我才没有！没有最好，我还以为陈家教出来的规矩就是像街头泼妇一样大呼小叫。你一个乡巴佬敢骂我是泼妇？哪来的脸让我骂你？让开，当我疯了。贺3少，他居然真的下来了，好帅，可是眼神好可怕，谁敢靠近他？这群女人看你的眼神，恨不得把你生吞了，无聊透顶吧？一群苍蝇，再敢往前凑，全扔出去！别人都在看我，他
他却在看风景，欲擒故纵。我去，那女人居然无视你！这女人有点意思。她算我哪门子的姐姐？一个连字都不认识的村姑，多看她一眼我都嫌脏了我的眼。陈少，那好歹也是你们南家的血脉啊！放屁！我难不成只有一个姐姐，那就是思雅？她就一野种，不过是爸妈看着可怜赏口饭吃，还真把自己当豪门大小姐了。阿晨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姐姐？姐姐流落在外已经够苦了，要是被听见，听见怎么了？我就是要指着他的鼻子骂，他就是个上不得台面的土包子，连给你提鞋都不配。姐姐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这是南家那个乡下来的，这么漂亮。这群没见过世面的蠢货，南书明这个土包子凭什么抢我的风头？阿晨他只是喝醉了，你千万别往心里去。给过你们脸了，是你们自己不要的。你来的正好，我告诉你，在这个家，你敢打我？姐姐，你疯了吗？阿晨可是南家唯一的男丁，你怎么能下这么重的手？长姐如母，弟弟妹妹不懂事儿，在外头满口污言秽语，丢人现眼。我身为长姐，教训他们有问题？我操，这女的是真彪悍，南家那小少爷半条命都没了吧？三少，这可是咱的地盘，真不管管？管什么？人家在教规矩呢。咱们不是来露个脸就撤的吗？走不走？不走了，这场子比外面那些矫揉造作的木偶戏好看100倍。贺先生，劳驾，让个路。在我的地盘上打了人，就想这么大摇大摆的走？贺家的请柬上并没有写着不能教训自家没规矩的恕惩。请。这女人不仅胆子大，心也够狠，真对我的口啃。你这个孽障，在贺家的地盘上也敢动手，你是要害死我们整个南家吗？你简直是个疯子！我当初就不该同意把你接回来，快跪下给弟弟妹妹道歉！刚发生什么事了？这么吵闹？老太君息怒，是乡下接回来的丫头不懂事，惊扰了贵客，我这就把她赶出去。丫头，你来说，为什么在我的寿宴上打人？贱人，等着看被贺家保安扔出去，丢人现眼。老太君容禀，我弟弟妹妹贪杯，在偏厅内大放厥词，污言秽语，实在有损南家颜面。这南家虽是个上不了台面的暴发户，可这刚从乡下接回来的丫头，倒像是百年世家精心教养出来的，比京城那些名门千金还要端庄几分，难得。贺家是东道长，自然不好对宾客强势劝阻。我身为南家长女，若任由他们丢人现眼，岂不是不成样子？情急之下越俎代庖，替父母教训了弟妹，惊扰了老太君的寿宴，是桑宁的过错。好一个长姐如母，临危不乱，进退有度，是个识大体的好孩子，让你受委屈了。为家族计，不委屈的。小骗子，装的还挺像那么回事。贺老太君眼光向来极高，居然这么看重桑宁。要是能借着这丫头攀上贺家这棵大树，南家跻身顶级豪门，岂不是指日可待？诸位，借着今日贺老太君的寿宴，我南某人也向大家正式宣布一件事。
桑宁是我南家正儿八经的嫡长孙女，从今往后，她正式入南家族谱。再让我听到有人明里暗里排挤她、怠慢她的，我南某人绝不轻饶。桑宁这孩子行事端方，脾气也极合我的口根。丫头，以后没事儿就常来贺家走动走动，陪我这老婆子喝喝茶、说说话。多谢老太君抬爱，桑宁日后若来叨扰，只盼老太君莫要嫌桑宁愚笨。常来走动，那这只长着利爪又冷又傲的小野猫，以后可就都在我的眼皮子底下了。奶奶既然亲自开口了，南小姐以后若是不常来，可就是不给我们贺家面子了。凭什么？一个乡巴佬打了人，不仅没被赶出去，还得到了这么多人的认可。南桑宁，我绝不会放过你！桑宁啊，今晚做得极好，爷爷很欣慰。你坐后面的迈巴赫回去，路上小心。爷爷慢走。贺先生，南小姐颠倒乾坤本事不错，几句话就把恃强凌弱的丝绸包装成了顾全大局的体面。多谢贺先生方才没有当众拆斩，成全我的体面，帮我省去麻烦。没什么，我这人一向喜欢助人为乐，换做其他女人被我当面拆穿底细，早就慌乱心虚了。南商宁，我倒要看看你这张冷冰冰的面具还能装到几时。看得出来贺先生是个热心肠。夜深了，贺先生早点歇息。热心肠？敷衍我。南桑宁，你跑不掉的。思雅，我的天啊！思雅，你怎么了？快叫医生！这是怎么回事？爸妈，你们别怪姐姐，是我不好，不该在楼梯上跟姐姐说话，惹她心烦，是我自己没站稳。南桑宁，你这个毒妇！你妹妹好心接纳你，你竟然想下死手要她的命！你太让我失望了，不仅粗鄙，还如此恶毒，南家怎么生出你这种孽障？这么拙劣的苦肉计，在谢家后宅，连3岁的庶妹都不屑玩这种把戏了。立刻给你妹妹跪下磕头认错，否则打断你的腿！是我失手了，下次我会注意。你说什么？你竟然还敢承认？不过是磕破点皮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在耗丧。我累了，回房休息，别来吵我。妈，您看姐姐她分明是故意的。爸，你要替我做主啊！思雅，你姐姐也说是失手了，更何况昨晚老太君那么抬举她，你爷爷又当众宣布她入了家谱。昨晚贺家那活魔王都主动找他搭话了，要真打断他的腿，传出去不好。思雅，你先忍一忍。来人，快带二小姐去看医生包扎。我额头都磕出血了，他们竟然因为忌惮贺家和爷爷，连骂都不敢多骂一句。南商宁，我白白受这皮肉之苦，绝对要你100倍奉还。又可以看戏了。南桑宁，以为和老太君夸你2句，就能在南家站稳脚跟了？在爸妈眼里，你就是个不择手段的毒妇。南家的家产，你1分都别想拿到，你就是一条没人要的落水狗，是吗？那也比你这个鸠占鹊巢的假货强。你找死！观众到位了，想推我下水？既然你这么喜欢落水狗，那我就成全你。救命！南桑宁，你竟敢推我！你疯了！将计就计，借力打力，这女人真够狠，真带劲。桑宁啊，姑妈亲眼看见你把思雅踹下去，这事儿要是捅到老爷子那儿，你肯定会被扫地出门。姑妈，求您别说出去，思雅是自己狡猾的，对不对？别怕，只要你懂事，老爷子问起来，姑妈就替你作证，是思雅自己狡猾掉下去的，绝对攀扯不到你身上。那姑妈想让我做什么？那就要看你会不会做人了。昨晚在贺家，有没有听到什么内幕消息？我有听到贺三少打电话，他好像提到了疾风汽车。疾风汽车？贺三少要投资疾风汽车？姑妈，这件事关乎贺家商业机密，您千万别乱投资，万一亏了。亏？贺三少看中的项目能亏？行了，
刚刚那件事，姑妈帮你搞定。疾风汽车这几日就会宣布破产。南文月，这可是你自己把全副身家往火坑里扔的。精彩！借我的事做你的局，顺手牵羊除掉竞争对手。南小姐好手段。贺先生怎么会在这里？南家前厅在东边，您似乎迷路了。迷路才能看到这么精彩的戏。怎么，刚才装小白兔骗人的时候，没料到正主就在旁边听着。拿我的名号骗人，你胆子真够大的。贺先生既然听到了，刚才为什么不拆穿我？现在跳出来，是想去我爷爷面前告发我吗？告发你，我有什么好处？那贺先生想要什么封口费？开个价。我的封口费可是很贵的，南小姐打算怎么付？再贵我也出得起，先欠着。研究公司法，野心不小啊！怎么，真想偷了南氏集团？我的私事就不劳贺先生费心了。行，私事。南桑宁，你欠我一个人情，记好了，是要还的。贺先生想要债，随时来拿。妈，姐姐要把我淹死，她想杀了我！南桑宁，你给我跪下！父亲好大的威风，不问青红皂白，就要动用家法。思雅都吓成这样了，你还敢狡辩？你怎能如此恶毒？我好心去找姐姐说话，她一脚就把我踹进池塘。是吗？姑妈当时就在旁边，不如让姑妈说句公道话。对，姑妈亲眼看到的。姑妈，你快告诉爸妈真相。我有听到贺三少打电话，他好像提到了疾风汽车。思雅，做人要诚实。姑妈，明明是你自己没站稳，狡猾掉进去的，你怎么能诬陷桑宁？大姐，你说什么？我都看见了，桑宁还想伸手拉你呢。你这孩子太不懂事了！你撒谎！你收了他什么好处？妹妹，谎言被拆穿的滋味好受吗？思雅，对，把我的2套别墅全抵押了，全仓买入疾风汽车。南桑宁那个蠢货，被我一套就套出了贺思雨的内幕消息，这把我要赚翻了。疾风汽车，贺三少的内幕消息，难怪南文月突然向着南桑宁，原来是想独吞发财机会。南桑宁，你想拉拢姑妈一起对付我？做梦！这500万是我买慈善晚宴高定服装的钱，只要我全仓跟进，明天我也能翻10倍。我要让所有人知道，只有我才配当南家大小姐。房子抵押的钱到了吗？给我全仓买入疾风汽车。南家以后就是我说了算。紧急插播：疾风汽车因涉嫌100亿特大财务造假，董事长连夜潜逃，今晨被证监会得令立刻退市清算，所有股票彻底沦为废纸。不可能！我的钱呢？我后天晚宴的高定礼服怎么办？不可能！我的钱，我的房子！南文月把柄
这被称为智能手机的东西，竟比以往府里养的暗卫死士还要好用，能将人的原生原封不动地囚禁在这方寸之间。现代的奇技名巧倒是甚合我意。贪心不足蛇吞象，这局收网了。可不是嘛。南桑宁，你这个毒妇，你给我滚出来！我要拉你一起下地狱！思雅，别怕，快躲到妈妈身后来。大姐，你疯了吗？快把玻璃放下，别伤着思雅。南桑宁这个扫把星，最好被这疯婆子直接捅死，这样南家就永远只有我一个千金了。大清早的，家里怎么进了疯狗？是你故意告诉我贺三少要投资疾风汽车，骗我全仓买入。南桑宁，你到底干了什么缺德事儿？你一回来就把家里闹成这样！你这逆女，还不快滚下来，给你姑妈跪下认错！你看看把思雅吓成什么样了！亲生女儿面前有人拿着玻璃要杀人，他们护着的却是假千金，还要我下跪顶罪，真是一家人。父亲让我下跪，姑妈自己贪心爆仓，您还要南家替她背锅？你还敢狡辩？要不是你传贺三少的消息，你姑妈怎么会倾家荡产？既然父亲和姑妈都忘了，我帮你们回忆一下。姑妈，股市有风险，我只是隐约听到4个字，您千万别盲目投资。少废话，你就是想独吞这泼天的富贵，我这就去把别墅抵押了，全仓买入。就算是我自己买的又怎样？我是南家的大小姐，我亏了钱，南家就该给我填窟窿。你这个小贱人，你必须赔我的钱。南家给你填窟窿？姑妈，南市金工城南项目那失踪的3000万公款，您填上了吗？这账本怎么会在你手里？挪用公款，数额巨大，够姑妈在牢里踩一辈子缝纫机了。南文月，你敢动公司的钱3000万，你怎么敢？爸，我是被高利贷逼急了，我是你亲女儿啊，你不得不管我。大姐，你挪钱的时候怎么不想想南家？公司现在资金多紧，你这是要把南家往坑里推？就你，南家要是被你拖垮，全家都得完。我没你这种女儿。来人，把她拖出去，从南家族谱除名，证据马上交给精神大队。爸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，南桑宁，都是你害我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下一个是谁？他真敢下手，南文月都被他送进去了。要是他查到我也买了那只股票怎么办？不行，不能让他查到我。南桑宁，你少在这吓唬人！你姑妈是有错，可你把长辈往死里逼也太狠了！够了！桑宁，这次查出公司蛀虫，保住南氏的名声，做得好，南家嫡长女就该有这个手腕。南文月倒了，爷爷现在还夸南桑宁，再这样下去，南家就没我的位置了。我得让他出丑，最好再也翻不了身。思雅，吓坏了吧？吃点燕窝。你姐姐在外面也惯了，做事没轻没重，你以后离她远点。妈，我真的怕姐姐连姑妈都能送走。她要是知道我不小心碰碎过她一个杯子，会不会也把我赶出去？胡说什么？你是妈养大的女儿，只要妈在，南家就是你的家，谁也赶不走你。妈，其实我有个主意，也许能让姐姐跟家里关系好一点，还能让她早点融进京城圈子。什么主意？明晚詹家千金詹怡君办慈善鉴宝晚宴，去的都是京圈有头有脸的人。姐姐刚回来，还没正式露过面，不如我带她一起去。那种场合，她又不懂规矩，也不懂鉴宝，万一得罪人怎么办？妈，我会在旁边提醒她的。再说了，姐姐要是能认识几个权贵，爷爷肯定也高兴，这也是为了南家好。南桑宁，你只要敢去，我就让所有人看清楚，你就是个什么都不懂的乡下人。还是你想的周到。好，妈明天去跟他说。
爸，明晚詹家千金办慈善鉴宝晚宴，思雅说想带桑宁一起去，也算让她在京圈露个脸。他刚回来，规矩都不懂，那种场合要是说错话闹笑话，南家的脸往哪儿放？爸，姐姐那么聪明，连姑妈的假账都查得出来，怎么会闹笑话？她是南家长女，总要见人的。桑宁，你怎么说？既然妹妹这么替我着想，我去。太好了，姐姐，下午我陪你去挑礼服吧。去见见世面，别丢南家的脸。爷爷，既然是代表南家出席，我的行头不能寒酸。姐姐，我衣帽间里有很多去年买的礼服，还没怎么穿过。你要是不想我穿你剩下的旧衣服去顶级怡安，妹妹，你是想让我露脸，还是想让京圈以为南家破产了？姐姐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南桑宁，你妹妹好心帮你，你还挑三拣四。闭嘴！桑宁说的没错，南家长女第一次露面，不能穿旧衣服。爷爷，我要的不只是礼服钱，我还要每月80万零花钱，一辆专属车，另外给我一个京大 MBA 旁听名额。80万？我一个月也才50万。你当南家是提款机？我替南家清掉3000万窟窿，这不止80万。我去晚宴只是第一步，我要进南氏集团的核心层。爷爷，您给不给？好，哈哈哈，有胆子，我给。80万，车库里的车随你挑，京大的名额我让人去办。爸，南桑宁，你今天拿走多少，明晚我就让你吐出来多少。多谢爷爷。南小姐，这几件都是新到的高定，很适合明晚的晚宴。您看这件，米兰刚下秀场。太长。就这件。南小姐，这件工艺是好，但颜色太素。明晚都是名媛争奇弄艳，您穿这件可能不够抢眼。不够耀眼。我要的是他们站在我旁边都像陪衬。我操，何三儿，这女人绝了！这气场，说是哪个女王微服私访我都信。不仅有气场，还很会欠债不还。欠债？欠你什么债？你在车上等我。店长，我订的那套礼服好了没？明晚的慈善晚宴，我可不能输给詹依玲那个做作女。季小姐，您的礼服早就准备好了，在贵宾室呢。我操，美女，你这事儿也太杀了吧，简直绝美！我叫季言，交个朋友。南桑宁，你就是南家刚从乡下接回来的那个真千金？天哪，外面那帮瞎了眼的还传你是个村姑，这气质分明是京圈长公主好吗？就冲你这气场，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。季小姐，您要试试衣服吗？宁宁，我先去试衣服，待会儿聊。贺先生，真巧，高定工作做也有您要谈的生意。我来收利息。利息？我以为昨晚在走廊我已经把封口费付清了。南小姐，我的利息可是很贵的。这件战袍很美，但如果是为了明天去招惹别的男人……贺先生，你管得太宽了。贺先生，利息可以谈，但别挡我的路。我要是不让呢？那你就试试。明天你要参加慈善晚宴吗？我送你去。不用。不是商量。那就看你追不追得上。贺先生，明天别迟到。你刚才不是说不用？我说不用，不代表你不能来。查一下南家明天的行程，尤其是他要见谁。不是吧，贺三儿，你真宰了？少废话。我的天，连火阎王都敢拽，这也太猛了！我单方面宣布，她就是我唯一的姐。
那不是南家二小姐吗？怎么穿了件去年春季的过季款？这礼服的钻都掉了吧？听说她前阵子炒股亏惨了，看来是真的。还有南沐晨，怎么跟个小混混似的？都怪南商明，要不是他设局，我怎么会穿这件旧礼服来丢人？幸好爸妈早一步进去了，不然肯定对我失望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，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？一群不长眼的东西，你在车里等着，我下去清场。贺先生，抢人猎物可不是好习惯。你不嫌吵？今晚这台戏是我给他们搭的，我就是要他们吵，吵得越大越好。我自己去。好，我去2楼包厢。南小姐，我在上面看你。绝不让贺先生失望。这是谁家的大小姐？这真是南家刚找回来的那个，说她是金泉长公主我都信。南桑宁，穿得跟奔丧一样，装什么清高？姐姐，这是怡君姐，这是真哥哥。思雅，你怎么什么人都往这种局里带？这里随便摔个杯子，把它卖了都赔不起。这里是名流鉴宝局，不是你这种人该来的地方。出去，别给思雅丢脸。就是，你懂什么古董啊？这就是南家那个真千金，长得是漂亮，可惜没见过世面，连件首饰都没有，还敢来这种场合，真不怕丢人。陈少爷说的对，鉴宝局确实不是什么人都能进的，毕竟带着一串义乌批发的工业假货来撑门面，这种档次我确实容不进去。你胡说什么？这是我詹家祖传的南朝金枪宝珠串，价值3000万，你懂个屁！南桑宁，你少在这哗众取宠，你见过古董吗？就在这乱叫，马上给怡君道歉。詹家的传家宝能有假？他想红想疯了吧？姐姐，你别乱说了，快道歉吧，不懂装懂会被人笑话的。道歉，我只是说事实。詹小姐，如果我能证明你带的是假货，你怎么办？好啊，你要是能证明，我当众把这手栓砸了；要是证明不了，你给我跪下磕头，从这里爬出去。一言为定。看清楚了，这可是南朝齐皇后戴过的珍品，我倒要看看你这双乡下来的眼睛能看出什么。姐姐，要不你认个输吧，怡君姐不会真让你爬出去的。哼，晚了，今天他不爬出这扇门，我第一个不答应。那就都睁大眼睛看清楚。南朝齐皇后的金枪宝珠杖用的是西周暖玉南珠，色泽温润，百年不暗。你这串珠光发白发浆，是现代药水催出来的劣质东珠。你放屁！珍珠发白怎么就成假的了？你拿个破手电筒在这装什么专家？你胡说！南朝用古法游丝攒刻，各位看这里，这是机器高速抛光留下的螺旋纹，这里还有工业胶水。詹小姐，拿义乌批发货当传家宝，詹家现在这么难了吗？胶水粘合，电毒包金。南小姐的没错，是现代仿品。真的假的？无忧传媒千金带假货来晚宴，刚才还说传家宝呢，太丢人。不可能，这是我爷爷花3000万买的。结果出来了，太帅了，太绝了，直接把战一君的脸按在地上摩擦，这就是我命中注定的神仙闺蜜。我操，南家大小姐够狠啊！她怎么连明朝古法暂调也知道？季言，你什么时候跟她掺上关系了？就在昨天，一见如故，你懂不懂？
像你们这种肤浅的男人，根本不懂我们女王之间的惺惺相惜。母老虎就母老虎，还女王？哎，不过贺三儿，这女人确实不好惹，一身的刺儿。不好惹才有意思。贺老三，我警告你啊，不许欺负她。季言，你疯了！敢这么跟活阎王说话，你不要命了？你的闺蜜，我的女人，用得着你来争？这么野的猫，只有我才配驯。他承认了，活阎王铁树开花了！顾星辰，你看到了吗？我的神仙闺蜜要变金雀太子妃了！季言，你快撒手，老子要被你晃吐了！詹小姐，砸还是爬？姐姐，怡君姐也是被骗了，你这么逼她，不是让南家也难看吗？就是，你也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蒙对一次，得意什么呀？思雅说的对，你不就蒙对一次，还真把自己当大师了，粗鄙不堪。各位，今晚毕竟是慈善晚宴，和气生财。刚刚的小插曲坏了大家的兴致，不如思雅献丑，为大家演奏一曲李斯特的钟，全当是给各位赔罪。还是思雅有大家闺秀的风范，这才是真正的名媛，哪像某些乡下来的，只会像个泼妇一样咄咄逼人。不愧是南家养出来的千金，这曲子没10年功夫弹不下来。到底是在豪门浸淫过的，那优雅的气质，可不是乡下丫头能比的。那当然，思雅可是钢琴10级。姐姐，要不上台表演一段，也让大家看看你平时都怎么陶冶情操。对啊，南大小姐这么能拆台，总不能自己是个只会喂猪的草闹吧？上去弹个2只老虎也行啊。芷涵姐，你别难为她了，她连钢琴有几个键都数不清楚。对啊，南大小姐这么厉害，总不能只会拆台吧？各位，接下来是今晚的压轴拍品，不如我们先看。好啊。今晚压轴拍品，招朝宁贵妃致用罗莉紫檀琵琶，起拍价5000万。打开。姐姐，你摸坏了一点，爸非打死你不可！真是不自量力，那是古董，不是你们村里的烧火棍。就是，别装了。这是失传的固本执法，这刚劲浑厚的气韵，这指力，这才是真正的国乐魂魄啊！如果说南二小姐刚才的钢琴曲是悦耳，那南道姐这琵琶曲简直是摄人心魄。何止，西洋乐器再好，终究是术。南大小姐这琴音里是真正的世家底蕴和杀伐决断的道，这气质，南二小姐差得太远了。南商宁。不可能，他怎么会这个？他不是在乡下长大的吗？绝世之音，这把紫檀琵琶现在开始竞拍，1个亿。这把琴，除了南桑宁，谁也不配碰。贺三少，他竟然为了这个土包头出1个亿，凭什么？1个亿，活阎王居然看上南桑宁了！1个亿，这秦辉耀集团贺三少，人家花1个亿，就是买个高兴。不可能，贺三少这种高不可攀的天之骄子，怎么会看上南桑宁这个乡巴来？1个亿，他竟然为了这个村婆花1个亿！南小姐，这把琴归你了。哼，狐妹子，居然敢勾引贺三少！贺先生的好意，我心领了，但这琴，我不要。南大小姐，你是不是听错了？这可是贺总花1个亿。南桑宁，你疯了吗？贺三少赏你的东西，你敢不要？
你算个什么东西，敢给贺三少甩脸色？你想死别连累南家！难不成你给我闭嘴？你一个只知道啃老的废物，有什么资格对你姐大呼小叫？还有你陈志涵，贺三少乐意送我姐妹乐意去，关你这只酸鸡什么事儿？太平洋的醋都被你一个人喝光了吧？姐，你别欺人太甚！我什么我？再多嘴一句，信不信我把你那些找代售买 A 货包的记录全发朋友圈？罗甸紫檀是好木，可惜被人换了现代尼龙弦，没了古韵，听着刺耳。全京城第一个拒绝我的女人，南桑宁，你真是好样的！你疯了？那可是贺三少，他送你1个亿的东西，你敢不要？姐姐，就算你想欲擒故纵，也不能南家开玩笑。乡下来的就是不懂规矩。南叔叔，你们赶紧去给贺少赔罪，别连累我们陈家。南家的命还轮不到一把破琴来定。如果南家这点骨气都没有，早点破产算了。你这个逆女！南叔叔，您这一巴掌要是打下去，明天头条就是南市总裁家暴天才长女，股票得跌几个点。父亲，这里是晚宴，注意仪态。学人精，就你那2把刷子，也敢在我姐妹面前班门弄斧，洗洗睡吧。南小姐，妍妍给你添麻烦了，我有事找她。贺先生，女黑一时也闯，京圈太子爷就这规矩。先亲先刺耳，南商宁，全京城没人敢这么下我的面子。送错了东西还不许人拒绝，还是说活阎王的东西别人只能跪着接？我贺思一从不施舍，我只给偏爱。南桑宁，你成功惹火我了。贺先生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你说，我给。我要星星做什么？不能吃，也不能替我办事。我要南市，我要那些算计我、看不起我的人，一个个低头认输。贺先生，这个你给得起吗？南家的江山我给你打，谁敢拦你，我收拾谁。但你记住，江山归你，你归我。那就看贺先生表现了。贺思轩，合作愉快。思雅，那个狐妹子居然和贺三少单独待在后台，绝不能让她这么得意。芷涵姐，真哥哥，姐姐当众驳了贺三少的面子，贺三少指不定在后台怎么羞辱他呢。在家里欺负我也就算了，今天还当着全京圈的面这样。妈的，一个村姑也敢骑到我们头上！思雅，别哭，她一个乡下来的，真以为会弹两首曲子就能骑到我们头上？走，让她知道什么是京圈的规矩。哟，南大小姐被贺三少骂完出来了，装的还挺像个没事人一样。南桑宁，你现在立刻去大厅中央跪下给贺少磕头赔罪，别拉着南家陪葬。让开！我让你装。哎呀，南大姐这衣服质量也太差了，不会是拼夕夕10块钱买的吧？里面都露出来了，真是不知廉耻！活该！就你这穷酸样，也配穿旗袍？你怎么能在这么多人面前衣衫不整，太丢人了！不好意思啊，南大小姐，我脚滑了。南桑宁，你疯了吗？父亲没看到，是他先泼酒撕衣服。陈少是不小心，你自己撞上去还敢打人，立刻给陈少道歉，否则我今天饶不了你这个丢人现眼的孽女。南振明，你今天说的每一句话我都会记住。你还敢还嘴？我今天非教训你不可！
贺三少，您可算来了，还发疯打了我哥哥，您快让人把他丢出！滚！贺三少，是南桑宁先动手，我只是……哪只手动的他？我今晚剁了哪只手！贺三少，这就是个误会。我的手，松开，松开！哪只手碰的他？贺思雨，为了这种人脏手，不值。他弄脏了你。我说，放开。我的天，他竟然命令火眼望！贺三少竟然真的听他的运的话停手了。今晚的事没完，谁再碰他一下，谭家就是下场。刚才我要是没来，你就站那让他泼。你的防狼喷雾呢？你的脑子呢？火眼望发火，还挺好看。南商宁，我跟你说正经的。我算过退路，只是没算到你连电梯都不等。表现不错，带我回你的地盘，贺思绪。别乱动。怎么，南大小姐没见过扫地机器人？我自是见过的，只是觉得这物件规矩不严，乱撞客人的脚。确实没规矩，明天我就让人把它扔了。外靠脱了，我给你上药。疼就说。手抖什么？南桑宁，你到底怕过什么？贺先生连上药都做不好，以后怎么替我打江山？你非要这么逼我？我身上很黏，我要洗澡。2楼左转，主卧浴室。没有换衣服，借你一件衬衫。衣帽间自己挑。你手怎么回事？刚才捏玻璃不小心划的，没事。火眼望也有不小心的时候。我这是公光，南小姐不打算给点补偿？补偿，等着。南桑宁，你知道穿男人衬衫在男人书房里查账是什么意思吗？意思是你的防火墙密码太简单，还有南氏的账比我想的还烂。你到底是图南家那点钱，还是图我？你猜，这把刀你当不当？荣幸之至，我的女王。看看合不合有口。南镇明捂得这么紧，你一晚就拿到了。我说了，我做你手里最快的刀。南大小姐打算怎么赏我？定金，事成之后给你升名分。南桑宁，记住你今天的话。你还敢回来？昨晚闹得陈家下不来台，还跟男人夜不归宿，南家的脸都被你丢光了。就是一个乡巴佬，昨晚指不定跟哪个野男人鬼混去了，真嫌不够丢人的。姐姐，就算真哥哥泼了你酒，你也不能跟不三不四的人走啊！明明昨天看到贺三少带走了我，却在这里颠倒是非，倒是要看看你们想干什么。桑宁，快跪下，给你爸和爷爷认错！一大早摆家法，唱给谁看？我今天就教你规矩！南总好大的威风！贺管家，南大小姐让您受惊了。老太君说，昨日那把琴的弦刺耳是贺家没挑好，三少连夜换了冰蚕丝，特来给南大小姐赔罪。
老太君明日请南大小姐去贺家品茶，谁让大小姐受委屈，就是打贺家的脸。蠢货，还不给桑宁道歉！桑宁是爸糊涂。这弦勉强能听。爷爷，我总不能顶着南家闲人的身份去贺家，南市精工制造部副总的位置，我看合适。明早任命书送到你手里。南市的门我已经敲开了，接下来就是去京大 MBA， 用实力堵住那些看笑话的嘴，会一会那些商界真正的掌权人。宁宁，今天这堂课不一般，兴鸿贸易的掌权人亲自来讲，平时多少老总想约他都约不到。他就是南家新副总，听说初中都没毕业。等会儿教授一提问，他肯定露馅。闭嘴！再说一句，我撕了你们！大家好，我是今天的特邀讲师，兴鸿贸易裴松涵。谢家牵涉三皇子贪腐案，满门抄斩，我裴家不能陪你一起复命。裴松涵，你曾立誓，若弃我谢家，天诛地灭。大局为重，你好自为之。裴松涵，前世你踩着谢家上位，今生这盘棋换我来下。一家传统制造企业正被跨国资本低价围剿，现金流快断了，除了破产重组，还有什么办法？不需要救。这位同学，你认为南市不用救？不仅不用救，还要主动引爆。上一世我管着整个豪门世家，这一世一个小小南市轻轻松松拿捏。敌对资本想吞南市，就把核心专利先剥离，剩下的空壳塞满债务，再送到他们嘴边。等他们合围，再拉爆债务链，要吃就让他们连毒一起吞。裴总，如果是你，敢不敢陪一个疯子赌到底？这位同学，你很危险，但我很感兴趣。宁宁，你太牛了！你没看刚才裴松涵看你的样子，他可是出了名的不近女色。别胡说，我对出卖过我的人没兴趣啊！出卖？你们以前认识？南同学，刚才课上没聊完，中午有空吗？一起喝杯咖啡。抱歉，裴总，我中午有约了。上车。贺总，这么巧，忘了介绍，南桑宁，我的，你少惦记。贺总，南小姐尚未退婚，商场上没签合同的目标，人人皆可竞价。天哪，那可是京圈太子爷贺思月和兴鸿的裴松涵两大财阀，为了南家那个刚找回来的千金争风吃醋。到底凭什么？贺三少居然亲自来接他，还当众宣示主权。还不上车？要我抱你？幼稚！我先走了。南桑宁，你才上一节课就招上裴松涵了，他可不是省油的灯。贺先生这是吃醋了？我吃醋？我是怕你被他坑了，到时候还得我替你收拾烂摊子。贺先生放心，谁坑谁还不一定呢。我们去哪儿？奶奶让我接你去贺家老宅。老太君，请用茶，这是今年的明前龙井，我加了3分露水，口感更轻。好茶，我喝了一辈子茶，今天算开眼了。桑宁啊，外头说你在乡下长大，我看他们都是瞎说。你这规矩，这手艺，京城那些千金都未必比得上。老太君过奖了，桑宁只是闲来无事，多看了几本书。奶奶，什么人让您这么夸？我这个亲孙子都要靠边站了。你这混小子，平时可没有人能使唤得上你，今日竟主动去接人。快坐，尝尝桑宁泡的茶。这混小子，平时眼高于顶，今天居然巴巴的带人家姑娘回来，看来是真上心了。忙完了，南小姐，我们又见面了。贺先生，请。
南小姐这手点茶功夫练了很久吧？藏得够深。雕虫小技，怕是入不了贺先生的眼。入不入得了眼，我说了算。南小姐怎么知道我不喜欢？贺先生什么好茶没喝过？我这杯粗茶，怕是尝个新鲜。我嘴挑，一旦认准一种味道就不换。阿喜，桑宁难得来一趟，你带他去园子里转转，看看我那几池锦鲤，我乏了。好。老太君，我去吧。阿许脾气臭，但会照顾人。贺先生日理万机，今天特意带我回老宅，就为了讨一杯茶。不，是我奶奶想见你，她很喜欢你。贺家那么多司机，亲自接的就我一个。贺司机，我可没空陪你玩游戏。南桑宁，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在玩游戏？那天在更衣室，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。南家的江山，我帮你打，你归我。贺先生，这是想包养我？是联姻，强强联手，只要你点头，做我的贺太太，整个南市，我明天打包送给你当聘礼。贺先生好大的手笔，可惜，别人施舍的江山，我坐着不踏实。怎么，南小姐信不过我的实力？我可不是金丝雀。贺先生就像这些锦鲤，看到饵就急着吞。你是饵？我要当执旗人，我要的南市会自己亲手打下来，我要让南家所有人跪着把权力交到我手上。至于贺太太的位置，南桑宁，你这只野猫，我训定了。去查南氏集团最近有什么棘手项目。既然他要自己打强家，我就给他搭个戏台。这南家的江山，与其留给败家子挥霍，不如我亲自来做。小南总，您找我。林远，我看过你2年前交的技术改良报告，写得不错。那你为什么现在还在车间打杂？在南市，技术好没用，得懂规矩。我不懂王经理的规矩，就只能去车间。猩红的单子为什么卡了3年？我要听实话。猩红要的是最高精铸度的航空级轴承，但王经理管采购，他把进口特种钢全换成了小作坊的劣质钢。这批货就算做出来，也是废品，裴松涵不可能签字。南振明，你养的好狗。带路，去车间。哎呦，小南总，这车间又脏又乱，弄脏您这身名牌可不好。您不是要谈杏红的合同吗？来这儿能谈出什么？哼，就是啊，机器停了半个月了，我们还等着开工呢。王经理，这台机器为什么停？机器老化，小毛病，等采购部批款，换个零件就能动。是机器老化，还是你喂进去的料有问题？林远，开箱。碳含量超标，抗蜡强度连国家最低标准都达不到，这根本不是特种钢，是劣质建筑废钢。你们搞错了，这仪器坏了。坏了，我看是你王忠的心烂透了。拿最高级别的采购预算，买一堆废铁回来充数，3000万差价是进了你的口袋，还是进了南振明的私账？小南总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说啊！这都是按流程采购的。流程？行，那我就带着这些流程去裴松涵那里报销。
请问2位有预约吗？南氏集团南桑宁，告诉裴松寒，我来解决他卡了3年的死局。请稍等，我马上请示裴总。裴松寒，前世你欠我1条命，今生这10个亿，我先收点利息。裴总，南氏的南副总到了。小南总上任第1天就来猩红，这份魄力令裴某刮目相看。裴总时间宝贵，我长话短说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南振明给您准备的诚意。用这种工业废钢造航空级轴承，裴总退了3次货，已经是给足了南家面子。小南总倒是坦诚，家丑外扬都不带眨眼的。但既然你都知道南氏交不出我想要的东西，今天来找我，是来表演大义灭亲的。大义灭亲，我只是来帮裴总解决麻烦的。解决麻烦？南氏现在的生产线，就算换了材料，也达不到猩红的精度要求。小南总拿什么跟我谈？拿一条全新的，专门为猩红打造的独立高精尖生产线。单开生产线？小南总，你知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？前期设备投入至少上亿，南氏集团现在拿得出这笔钱，南振明会同意你这么疯？钱我自己筹，阻力我自己扫平。裴总，我知道猩红的海外订单延期率已经到了危险线，你们急需专属定制产能，其他老牌代工厂店大欺客，给不了你们绝对的配合度。而我需要这10个亿的单子在南氏立威，南氏愿意让出这单的全部利润，甚至承担所有试错成本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他一定能做到。裴总，我不赌命，我只赌赢。这种送上门的买卖，您没有理由拒绝。裴总只需要回答我，如果我能保质保量、按时交货，甚至将不良率控制在1/1000以内，这10个亿的单子，你签不签？裴总，这条件是不是太狠了？他只是个刚上任的副总，怎么可能敢签？裴总未免太小看我了。裴总，合作愉快。裴总，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，小南总。小南总，话说得漂亮，交货的时候别让我失望。裴总放心，我只会让你重新估价南氏。小南总，您太神了！裴松寒那种狐狸，居然真的被您说服了。他不是被我说服的，他是被利益说服的。南振明，你设的死局我破了，接下来就看你在这个位置上还能坐多安稳。小南总，这是贺思月，你这个疯子！你先回公司，把我让你查的审计材料备好，好戏马上开场。是，小南总。赢了就该让所有人知道。南小姐，我的庆功礼喜欢吗？贺先生这阵仗太大了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南桑宁靠金主包接。金主？我只做你的刀，不当金主。这点事儿还用不着你出手。单子拿下了，南振明不会让你安稳，他一定会抢项目、抢功劳，再把你踢出去。那就让他抢，我倒要看看他有没有本事接得住。行，天塌下来，我给你顶着。贺先生，记得说话算话。对你，我从不食言。桑宁，这次你立了大功，猩红的单子能签下来，爸敬你一杯。是啊，桑宁辛苦了。不过你年轻，没做过这么大的项目，后面落地生产还是让你爸亲自盯着比较稳。妈的意思是，我签下来的单子，我自己不能管。姐姐，妈也是为你好。这么大的项目，万一出事，你一个女孩家怎么扛？爸是经工部总负责人，他出面，裴总也放心。你才进公司几天，能谈下来算你运气好，别真把自己当回事。赶紧把合同交出来，别给家里添乱。想接，可以，
先签免责协议。合同写得清楚，逾期1天，违约金1000万，不良率超过1/1000，男士全额赔偿，还要公开道歉，谁接手谁签字。1000万？你疯了！这种条款你也敢签？南商宁，你这是拿南家开玩笑！明天就去找裴松涵，把合同重签。重签？爸，你当星后贸易是菜市场，想改就改。我这叫置之死地而后生。这单子除了我，南市没人能做成。我是你爸，也是你上司，只要你还在南市，就得听我的。裴松涵只认我的方案，也只认我这个负责人。换人，这10个亿的单子立刻作废。够了，都别吵了。桑宁，项目既然是你谈下来的，就先由你跟进。但你爸是经工部总负责人，关键进度你要汇报。爷爷放心，我会随时汇报。想抢我的东西，那就先看看你们有没有命拿。站住！项目你可以管，但经信部的人事、设备、生产线都归我调配，你别越界。爸，项目要是出问题，新鸿找的是南市，也是我，生产线我必须亲自查。一家人，别说的这么难听。桑宁，你爸也是怕你累着。我不怕累，我怕有人拖后腿。姐姐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爸还能害你？会不会害我？项目开工就知道。好，那我就看看你能管到什么时候。爸，就这么让他拿着项目？他拿得住合同，拿不住经工部。别闹出大事，这个是星鸿的单子，不能丢。爸，我有分寸。王忠，明天来我办公室一趟。小南总，南总带着王经理去望江阁请裴总吃饭了，没通知您。几点？已经到包厢了，王经理也在。他们这是想直接把您架空。南振明是想告诉裴松涵，经生部到底谁说了算？那我们怎么办？合同明明是您签下来的。我让你查的东西都带上。都在这儿，审计记录、设备报废单、出库凭证，还有王忠名下那几家公司流水。走，去望江阁，去教他们南市精工的规矩，谁说了算。裴总，这次能和星鸿合作是我们南市的荣幸，我敬您一杯。南总客气了，这次合作能成，主要还是小南总的方案打动了我。裴总，您有所不知，小南总年轻没经验，方案底子还是南总亲自把关的，后面落地生产还得南总亲自抓，我来具体跟进，保证万无一失。对，桑宁就是挂个副总名头，具体业务他哪儿懂？这10个亿的单子，还是得交给我们这些老人。南总的意思是，星鸿指定的负责人可以换。裴总，您别误会，桑宁是我女儿，她的事儿，我这个当父亲的当然能做主。怎么，庆功宴不叫上最大的功臣，南总这顿饭吃得安心吗？南桑宁，这里是长辈谈生意的地方，谁让你来的？出去！谈生意？那正好，我也是来谈的。王忠，3年里用报废设备生产高精零件，把合格设备的维护款挪走，再通过外包公司套现，3000万，够你做几年？你胡说，裴总，您别信他，他这是污蔑。第1份，报废设备重新启用记录；第2份，伪造的质检单；第3份，王忠表弟名下公司的收款流水。南振明，你是经工部总负责人，这些事儿你是没查出来，还是一起分了？孽障！你敢在裴总面前造谣！来人，把他给我轰出去！还愣着干什么？把这个疯子给我拖出去！南总，南市集团内部的问题比我想的严重。裴总，您听我解释，这都是误会，是这丫头信口雌黄。我不听解释，我只认合同。
猩红这10个亿的单子是冲着小南总单开生产线的承诺签的。如果南市精工部还是这套班子，这单合同立刻作废，猩红的法务会追究到底。南总，你救救我！南总，爸，是要王忠滚蛋，交出精工部的绝对管权，保住这10亿订单，还是南市赔付天价违约金，一起破产清算？您选一个吧。你这个逆女，你竟然联合外人来算计你老子！商场上只有利益，没有妇女。爸，签字吧。爸，多谢配合，慢走，不送。至于王经理，准备好和法务部经侦大队对接吧。好，你给我等着！小南总，雷霆手腕佩服，为了夺权，连亲生父亲的脸面都踩在脚下。你不怕背上一个六亲不认的骂名？商场上只论成败，不论血缘。裴总配合我演戏的时候，可是乐在其中。我只关意谁能给我造出最好的航空级轴承。南桑宁，我很喜欢你的办事效率。这场局你赢了，猩红这10个亿的线，以后裴松涵只认。裴总放心，南市精工在我的手里，只会让你觉得物超所值。你们看看，他今天当着裴松涵的面，让我这个当爹的下不来台。他这是要夺权，是要把我们都赶出南市。桑宁啊，你怎么能这么对你爸？他可是你亲爸呀！你赶紧把这份协议作废，去跟你爸道个歉。一家人哪有隔夜仇？姐姐，你为了上位，连亲爸都算计，这要是传出去，别人会怎么看我们南家？你让爷爷的脸往哪儿放？就是一个乡下来的野丫头，刚回来几天就想夺权，也不掂量掂量自己有几斤几两。我夺权？如果不是我，南市现在已经被10亿违约金压死。你们不仅不感激，反而在这里对我进行道德绑架。你少拿违约金扔吓唬人！如果不是你签的那种卖身契，南市怎么会陷入被动？爸，你看看他，他这是要造反啊！桑宁，你今天做的确实过了，南市的规矩还轮不到你一个晚辈来定。爷爷，南市的规矩是您定的，但我签下的合同只有我能负责。如果爷爷觉得我不合适，大可现在就免了我的职，违约金南市自己承担。经工部的管理权暂且交由你代管，但你要记住，你姓南，一切要以3家的利益为重。这只是第一步，这些是王忠在任期间提拔的人，以及参与过虚假采购的主管名单。林远，全部辞退。小南总，您不能这样，我们都是南总的人，您这是在公报私仇。公报私仇？南市集团不养蛀虫。南总如果有什么不满，让他亲自来找我。从今天起，经工部我说了算，谁敢在背后搞小动作，王忠就是你们的下场。小南总，您这招大换血，南总那边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我知道，所以我们必须尽快让猩红的生产线运转起来。只有拿出实打实的成绩，他们才闭得上嘴。这又是唱的哪一出？南董，仗打完了，是不是该陪陪独守空房的未婚夫了？贺先生，接个下班而已，需要摆出这么大的排场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要去打劫。接我的女王下班，排场怎么能小？贺先生，注意措辞，我什么时候答应做你的未婚妻了？早晚的事。那可未必，想转正，贺先生还得继续排队。好，我排队，但现在能不能先给我一点利息？你都冷落我好几天了，为了南家那点破事儿，你连饭都不好好吃。上任第一天，南董辛苦了，慰问品。这黑色的丸子是什么？尝尝。
这糕点里竟藏了暗器，在嘴里跳动。怎么，没吃过跳跳糖？此等食物在口中放肆跳跃，实在不成体统，不够端庄。是不够端庄，但甜。再吃一口。你干什么？吃个茶点你也不守规矩。我只是情不自禁。贺世玉，桑宁，既然你接手了精工部，杜家手里这个10亿的城建项目，你就得挑大梁。杜少点名要见精工部的新副总，今晚8点，中门塔咖啡厅。谈项目，杜瑶什么名声，大不知道。你是想让我去谈项目，还是想把我卖了，好趁机把精工部抢回去？桑宁，怎么跟你爸说话的？杜家门第显赫，要是能联姻，那是你的福气。这可是关乎南家存亡的大担，连陈家都盯着呢。你要是连这点应酬都推辞，就是不顾家族利益。这副总的位置，你趁早给我交出来！就是啊，姐姐，这项目要是被陈家抢了，南家可就损失大了。杜少虽然爱玩了点儿，但姐姐手段这么高明，只要今晚把杜少陪高兴了，项目肯定能成。拿家族利益压我，想用我换10亿项目，正好。既然陈家也想要这个项目，那我就去赴这场鸿门宴，顺手给搭个戏台。好啊，为了南家，我去。南振明，你想拿我换项目，我就让你连本带利赔个精光。南小姐本人比照片上还要够味儿。南总跟我说你是个带刺的玫瑰，我杜瑶就喜欢驯服烈马。杜少，我们还是直接谈项目吧。谈什么项目啊？只要你今晚让我爽了，别说10个亿，20个亿我都……烫死老子了！你个臭婊子！你这个不识抬举的贱货！老子今天非扒了你的皮！我的眼睛！我说了，我是来谈项目的。既然杜少不想谈，那我就亲自教教你，怎么尊重南师的副总。老子弄死你！火焰王发疯了，这下杜家要完了。哪只手碰的他，老子今晚把你2只手都废了！何三少，饶命！留着他。为了这种人杀求情，他是个很好的育儿。戏台才刚刚打起来，主角死了，戏还怎么唱？行，听你的，先留他一口气。南桑宁，你疯了吗？南振明让你来你就来，我要是晚来一步，那把椅子就砸你头上了。贺思怡，你在教训我？我是在教你。你的命比南家那点破项目值钱1万倍，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？因为我知道我的猎物我能杀，而且我也知道你一定会来。你就吃准了我拿你没办法，是不是？活阎王发脾气的样子还挺好看的。带我回家，贺世旭。南桑宁这个孽障，他竟然用防狼喷雾把杜少弄进了医院。杜家刚才打电话来说要撤销所有投资。南叔叔，南桑宁就是个扫把星。上次晚宴他当众羞辱我哥，这次又打断了杜少的派骨。
他这是要把你们南家往死里逼呀！爸，听说贺三少也插手了，这下我们把杜家彻底得罪死了。姐姐也太任性了，这可是10个亿的项目啊！这可怎么办？南市的资金链本来就紧张，杜家要是撤资，我们南家就全完了。他以为有贺思维撑腰就能无法无天，等他回来，我非要他亲自去杜家磕头认错，跪求杜少原谅不可。贺思玉，南桑宁那个村姑，凭什么能让贺三少出面？只有我陈芷涵才配得上贺太太的位置。南桑宁，这次你不仅搞砸了项目，还得罪了杜家，我看你怎么收场。你还敢回来？你知不知道你把杜少打进医院，杜家要撤资10个亿？你这是要把南家往绝路上逼！姐姐，就算杜少有点冒犯，你忍一忍不就过去了吗？现在好了，整个南家都要被你连累了。你看我马上就要和甄哥哥订婚了，不仅没给家里添乱，陈家还会给南家带来几个亿的合作。你再看看你，一回来就把南家搞得乌风瘴气。二姐说的对，南桑宁，你也不照照镜子看看自己，人家杜少能看上你，那是你几辈子修来的福气。你弟弟妹妹说的对，思雅结个婚能给南家带来利益，你呢？你除了惹祸还会什么？桑宁啊，你这次真的闯大祸了，快给你爸认个错吧。杜家门第显赫，能联姻那是你的福气。忍一忍，爸，南家是破产了还是死绝了？需要靠卖女儿来换项目。弟弟既然这么为家族利益着想，不如把你洗洗干净，送去陪杜少。你放屁！老子是男人！给我闭嘴！南桑宁，今晚洲际酒店1309房给杜少磕头赔罪，把他伺候高兴了，这事儿就算翻篇。你不去也得去。小妍，明天南思雅和陈征的订婚宴，你去吗？去啊！这种表面戏西医，背后互捅刀子的局，我最爱看了。你也去？南家不是逼你去给杜瑶赔罪吗？去，当然去。不但去，还要演一出好戏。明天你配合我，说话大声点，要让躲在旁边的人听得清清楚楚。贺三少今天肯定会来，只要我能抓住机会。一个人坐在这儿不无聊？贺先生，这里是公共场合。公共场合怎么了？我有那么见不得人吗？南桑宁这个乡巴佬，凭什么能得到贺三少的青睐？他配吗？南桑宁，你别以为贺少多看你2眼，你就能飞上枝头变凤凰。京圈太子爷玩玩你罢了，你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。陈小姐，嫉妒这2个字都快刻在你脑门上了。你放屁！我是陈家大小姐，我用得着嫉妒你一个村姑？我是南家长女，你充其量只是我未来妹夫的妹妹。陈小姐，认清自己的身份。如果我是你，就不会在这里像个跳梁小丑一样乱飞。你给我等着！我等着。桑宁，你疯了吧？你爸真逼你今晚去首季酒店找那个杜瑶？他就是个人渣呀！你去了还能全虚全脚的出来吗？我不去能怎么办？南振明拿我母亲留下的遗物威胁我，那你也不能往火坑里跳啊！小妍，你放心，我不会去找杜瑶。我花重金查到了，贺三少今晚就在洲际酒店，而且他就在1309房休息。贺思雨，你的意思是杜家给的房号是错的？对，只要我今晚拿到1309的备用房卡，进了贺思雨的房间，只要生米煮成熟饭，我就是名正言顺的贺太太。到时候不管是杜瑶还是南振明，谁还敢动我一根手指头？天哪，这招绝了！那你怎么拿房卡？我买通了13楼的保洁，今晚10点，备用房卡会放在12楼安全通道的消防栓后面。1309，消防栓后面。南桑宁，你算个什么东西也配爬贺三少的床？贺太太的位置只能是我陈芷涵的。南桑宁，你费尽心机，
最后还不是为我做了嫁衣。贺思训，我来了。贺总，您洗好了吗？人家等你好久了。小妖精，嘴上说不要，身体倒是很诚实嘛。今天老子非让你知道厉害！贺总，你好坏啊，弄疼人家了。南小姐这出偷梁换柱玩的真绝，拿我当诱饵，利用的挺顺手啊。贺先生介意吗？能做南小姐局里的棋子，是贺某的荣幸。不过完事之后，南小姐打算怎么犒劳我？看贺先生一会儿配合的怎么样了。小南总，贺总，真的要开吗？这要是惊扰了里面的客人……经理，我妹妹为了给杜少爷赔罪，特意订了惊喜蛋糕。怎么，南家的诚意，杜少爷不配收？配。开。开门，送惊喜。贺总，您真厉害，人家以后就是你的人了。小妖精，今天老子非弄死你不可！谁他妈敢拍老子？活腻了吗？杜瑶，怎么是你？贺思雨呢？贺总呢？陈芷涵，你个臭婊子！你不是南桑宁，你他妈脱光了跑老子床上来干什么？陈小姐，原来你对杜少情有独钟，可是你身为南家的未来姻亲，怎么能抢我来给杜少赔罪的机会呢？是你，南桑宁，是你设局害我，是你故意告诉我贺思哲在1309。陈小姐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说。腿长在你身上，衣服是你自己脱的，门是你自己进的。太脏了，辣眼睛。怎么，自己爬错了床，还要怪别人没给你指对路？陈小姐，你和杜少是什么关系？杜少，今晚是你约陈小姐来的吗？南小姐这做借刀杀人，玩的真是赏心悦目。贺先生觉得这场戏不够精彩？精彩，但我更想知道，南小姐借了我的名头杀了你的猎物，这笔账打算怎么算？贺先生想要什么账？我要你。贺先生，你真的太棒了。贺先生，好戏看完了，我该回家看大结局了。这只狐狸，迟早让你连本带利吐出来。通知公关部，把今晚洲际酒店1309房的事顶上热搜榜1，标题写豪门联姻受挫，名媛陈芷涵疑插足南家相亲局。贺总，这会不会牵扯到南小姐？南桑宁必须是干干净净的受害者，所有锅让陈芷涵和杜瑶背死，谁敢提南桑宁一句，律师函直接发。是，贺总。丢人！陈家教出来的什么女儿？爸，杜家刚才打电话来骂人，说这事儿没完，南陈合作恐怕也要受影响。思雅，陈家闹成这样，你以后嫁过去怎么办？妈，这肯定是南桑宁搞的鬼，她不想嫁杜瑶，就设局害芷涵姐。爷爷，都是我不好，是我没留住杜少爷，让他被陈小姐。这怎么能怪你？分明是陈家那个丫头不要脸，你受了委屈，还顾着南家的脸面，已经很好了。你看看你挑的好亲事！爸，我也是为了南家的项目。爷爷，你别被他骗了，他昨晚根本没去1309，是他故意让芷涵姐去的。妹妹，你怎么知道陈女士会去？难道你早知道她和杜先生有来往？思雅，你早知道？我没有，
爷爷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南桑宁，你算计我，我要杀了你！放肆，把他拦住！南叔叔，你们南家就是这么教女儿的。南桑宁放假消息引我妹妹去酒店，还带记者去拍，他是要毁了陈家。张哥哥，我相信芷楠姐，一定是南桑宁设的局。爸，桑宁这孩子心思太深，这事儿肯定跟他脱不了关系。桑宁，陈少爷说我设局陷害你妹妹。陈小姐，是谁逼你进杜瑶房间的？是你，是你在订婚宴上故意跟季言说贺思恒在1309，你就是想让我替你背锅。贺三少，这关贺三少什么事？爷爷，您听见了？陈小姐亲口承认，她原本想爬的是贺家三少的床。记者是谁联系的？要我帮你回忆一下吗？陈家大小姐深更半夜去酒店，想找贺家三少，结果进错了房间，进了杜瑶的房间。现在丑事爆了，还要把脏水泼给我。既然陈小姐还不认，我帮你回忆一下，昨晚你是怎么进那间房的？今晚1309房的贺思玉只能是我陈芷涵的，我要当贺太太。你哪来的监控？芷涵，真是你自己拿着房卡主动进的房间？陈少爷，看清楚了吗？是你妹妹自己想飞上枝头，结果爬错了床。怎么，现在还怪别人没把金凤凰绑好送过去？荒唐，太荒唐了！就算房卡是我偷拿的又怎样？如果不是南桑宁故意说贺思恒在1309，我怎么会去？陈芷涵，你要不要脸？你自己犯贱还怪我姐妹给你指对路，你算什么东西？阿晨，你怎么帮他说话？你闭嘴！陈家把南家的脸都丢尽了，你还帮外人，你脑子进水了！阿晨，够了！陈家好教养，自己做下丑事还敢来我南家撒野。南爷爷，您听我解释，芷涵只是一时糊涂。不用解释，来人，把他们轰出去！桑宁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不会放过你！不可以失去陈家这个靠山，一定有办法。陈家被赶走，我以后怎么办？南桑宁，你给我等着！桑宁，这件事你受委屈了，爷爷不会让你白白被欺负。多谢爷爷，只要南家清誉不受损，我受点委屈没关系。爷爷，我接个电话。去吧。南小姐，看戏看够了吗？贺先生消息真快。出来，我在你家门外，戏还没唱完，我带你看下一场。陈氏集团股价连续3日跌停，多个合作项目暂停。逆子逆女，看看你们干的好事！杜家的项目黄了，合作商撤资，陈氏下个月就要破产。现在骂有什么用？芷涵名声毁了，杜家也翻脸了，怎么办啊？我找过银行，他们不肯延期，现在只能找人注资补现金流。注资？谁敢接陈家这个烂摊子？也许南家可以帮忙。对，南家刚拿下新红贸易的大单，肯定有钱。思雅，你去求你爷爷，求你爸，只要南家肯注资，陈氏就有救了。郑哥哥，你放心，我是南家的女儿，他们不会不管我的。只要我救了陈家，以后谁还敢看不起我？今晨，陈氏集团受千金酒店丑闻影响，开盘遭遇抛售，股价跌停。杜氏企业同样受挫，宣布暂停与陈家的一切合作。南小姐这一手够干净，杜家的项目没了，陈家也被拖下水，一石二鸟。别夸我，我只是把刀递过去，怎么捅是他们自己的事儿。猎物进笼了，南真明肯定坐不住，要不要我先替你清场？贺世阳，我说过，南家的事儿我自己来，你可以看，但别挡我的路。行，我看着，看你怎么把南振明那层皮扒下来。南叔叔，杜家撤资，银行抽贷，陈氏资金链断了。您看在思雅的面子上拉陈家一把，只要10个亿，陈家就能缓过来。爸，你帮帮郑哥哥吧，这都是姐姐害的，要不是她10个亿可以，但我不要合作，我要全资收购陈氏。陈总，
你签了这份收购协议，我立刻打钱。爸，你要动用南氏最后10亿现金流去收购已经跌停的陈氏，你想一口吞下陈家，拿这个去向爷爷证明你不是废物？南桑宁，闭嘴！这里还轮不到你指手画脚。拿下陈氏，南氏就能垄断京城建材市场，这是南氏100年来最大的版图扩张。爸，你只看见陈氏的壳，没看见里面早烂了。陈氏海外还有3000万美金高利贷，一旦你签收购合同，南氏资金链立刻断。你放屁！你就是见不得我好。你怕我吞并陈家之后，在南氏再也没你说话的份儿。拿张假报表就想吓我？报表在这儿，债务明细也在这儿，你要签，没人拦你。既然南总非要签，那我申请立刻做个人资产隔离。你滚，滚出去！我今天就算拼了这条老命，也要把陈氏拿下。如您所愿。陈氏那笔海外高利贷，明早8点汇报。让他再高兴一晚，今晚之后他就笑不出来了。南董准备好看明天的烟火了吗？我更想看，明天南振明跪在我面前。南桑宁那个死丫头还想拿捏我，等陈氏的资源全部并入南氏，我看他还有什么脸面待在京宫。南总，出事了！陈氏集团藏着海外高利贷，债权人刚发了清算声明，5000万美金。你说什么？银行已经启动风控，贷款延期全被拒了，还要求我们今天之内归还5个亿过桥贷款。爸，这怎么可能？陈卓明明说陈氏只是资金周转不开。南氏账上还有多少钱？抽，全部抽出来填进去。没钱了，南总，昨天收购陈氏，你已经抽干了南氏最后10个亿现金流。南氏的资金链断了。南振明，滚出来！欠债还钱！今天拿不出3个亿，我就封了南氏大楼。你的还款方案。大家别慌，南氏只是暂时遇到一点小困难，很快就会解决的。小困难？银行都抽贷了，你拿什么解决？拿命填吗？你们敢动我？我女儿南桑宁是贺三少的未婚妻，贺家随便撒点钱就能砸死你们。你们现在把事情做绝，贺三少追究起来，谁担得起？南总，我只认我夫人，你算什么东西，也配借我的事？听见没有？贺家不管你，还钱！这个孽障，南家要毁在他手里了。爸，现在怎么办？振明还在下面。爷爷，陈家也来电话了，说我们骗婚骗钱。你们！叫救护车，通知法务部，文件准备好。南氏集团收购陈氏后，债务风险集中爆发，今日开盘股价跌停。逆子，南氏100年基业毁于一旦啊！南氏集团收购陈氏后，债务风险集中爆发，今日开盘股价跌停。向厂发现，南老爷子有离谱。医生，快叫医生！南桑宁，你满意了吧？南家破产了，爷爷被气进抢救室，你却躲得远远的，见死不救！你这个冷血的怪物！自己是个蠢货，就少在这里乱飞。再指着我说话，我剁了你的手。桑宁，爸错了，是爸不该贪功冒进，现在只有你能救南家了。你去求求贺三少，只要他肯出面担保，哪怕只是注资3个亿，南家就能活过来。爸，求你了。爸，贺思祥的钱不是用来填你挖的粪坑的。难道你要眼睁睁看着南家破产，看着你爷爷去死吗？南家破产，
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只要我想要的那部分。不愧是我的女王，够狠。桑宁，南家不能亡。爷爷，求人不如求子，我可以救南氏。好孩子，你去求贺家。我不求任何人，我要南氏绝对控股权，还有您名下20%的股份。南桑宁，你疯了！你想趁火打这劫，吞了整个南家？爸，你千万别听他的，他就是个白眼狼。白眼狼？爷爷，南振明的一意孤行让南氏背上了50亿的烂账，现在楼下围着上百个要账的供应商，银行的清算团队已经在路上了。现在除了我，没人能拿出1分钱。不签，南氏立刻破产，南振明作为法人去坐牢。您选一个吧。我撕了这份卖身契！林律师，看来爷爷还没想好。林律师，通知银行准备南氏的破产清算材料。把钱，把笔给我。需要我陪你上去吗？不用，清理垃圾我自己来。贺先生在楼下等我吃午饭。好，速战速决。各位，今天这个会虽然是桑宁召开的，但他毕竟年轻，南氏的根基还在我手里，大家别慌。姐姐就算拿了股份，也管不了这么大的公司，最后还得靠爸爸。南总，楼下债主已经堵门了，这事儿怎么办？谁让你坐这儿的？起来！南桑宁，我是你爸。林律师，根据南老爷子签署的股权转让书和绝对管理授权状，南桑宁女士目前持有南氏集团51%保决权。从今天起，南氏我说了算。南振明，因严重违规操作，导致公司陷入破产危机，即刻免除你在南氏的一切职务。南桑宁，你想把我们赶尽杀绝吗？保安，把他们俩请出去。南桑宁，你会后悔的。垃圾清完了，现在谈正事。南董，楼下3个亿欠款，账上真的没钱。让张总上来，我亲自谈。小南总，南家内部怎么斗我不管，今天拿不出3个亿，我马上申请查封南氏大厦。张总，南氏现在确实拿不出3个亿现金。没钱你坐这干什么？那就破产清算。破产清算流程至少2年，按南氏现在的债务结构，你最后最多拿回30%本金。欧洲医疗切公司的3年独家供货意向书，南氏精工已经拿下新鸿贸易订单，生产线也就升级完了。你现在逼死南氏拿30%，或者把债务转成投资，2年延期，3年内按海外收益分红。你确定能做成？我坐在这里就不会让南氏倒。信我，你是南氏的座上宾；不信，门在那边。好，我给你2年。南董，仗打完了，是不是该陪陪未婚夫？贺先生消息挺快，怎么，怕我摆不平？我信你，但我心疼你。南氏的账算完了，我们的账呢？贺先生想怎么算？南家的江山你已经坐稳了，现在整个南家都是你的了，那你是不是该是我的了？贺思雨，想要奖励自己来拿。贺思雨，够了，这里是办公室。南桑宁，你每次点完火就跑。来日方长，
我不喜欢在战场上做这种事。好，听你的。那现在能吃夜宵了吗，南董？好。南董，开盘不到10分钟，有海外资金大量抛售，股价已经跌了15%。小南总，要不要停牌，或者立刻护盘？不用，再跌就跌停了。陈真和南思雅把最后的钱都押上了，让他们继续砸。可一旦跌停，后面很难救。不护盘，不停牌，我要看他们还能拿出多少钱。何总，南市被海外资金做空，需要我们现在入场吗？不用。可是南小姐那边，她在等对方加码。通知资金部，准备100亿现金流。他一开口，立刻进场。南董，距离收盘只剩10分钟，跌停板上压着50亿买单。小南总，对方这是要砸死南市。10分钟够了，收网。100亿，够不够？100亿！扫货，跌停板上的卖单全部吃掉。是。动了，有人撬板，50亿卖单没了，还在拉，涨停了，天地板！不可能！南家哪来的钱？我的钱呢？我的首饰全没了！海外做空机构损失惨重，陈家破产，陈征涉嫌经济诈骗，已经被带走了。他们太贪，不远。江山我帮你守住了，奖励呢？贺先生想要什么？我要你现在。那就看你有没有本事了。再睡会儿。起床，今天还有戏看。看什么戏？有我好看？陈家今天彻底塌了。行，我陪你看。陈国宽、陈征，你们涉嫌重大经济犯罪，请配合调查。郑哥哥，你们放开他！你这个扫把星！自从你进了陈家，陈家就没一天好日子。妈，我也是受害者，是南桑宁害的。闭嘴！要不是你天天怂恿陈征抢项目，陈家不会破产。把他东出来，让他滚！妈，开门！我是思雅，陈家不要我了，求你收留我。收留你？你差点把南家也拖白水！南家没有你这种废物，滚！爸，你以前不是最疼我吗？你说南家永远是我的家。南思雅，你还不明白吗？南振明疼的不是你，是你能给南家带来的好处。现在你没用了。南桑宁，都是你设的局，你不得好死！别碰他，再敢伸手，
我让你连饭都讨不到。桑娘，你看，爸已经跟他断了，南家以后干干净净。爸，您是不是误会了？我说过，南家不养废人。你挪用公款，盲目收购的烂账，明天审计局就会查清楚。这扇门，你以后也不用进了。你连亲生父亲也不放过！贺先生，我们走，这里脏。你这个逆女，给我从董事长的位置上滚下来！南桑宁，别以为拿了点股份就能只手遮天。今天我们联合各大股东，就是要全票罢免你。罢免我？爷爷是不是忘了，绝对控股权在谁手里？股份再多，你也是我南家的种。你不尊长辈，忤逆生父，简直大逆不道！我要以忤逆不孝的名义，向法院申请冻结你的股份。没错，今天连你妈都来了，全家都要作证你是个畜生。跟我谈孝道，今天就让你们见识真正的父慈子孝。既然要谈孝道，不如先向我妈解释一下，当年温家外公到底是怎么死的。桑宁，你外公当年不是突发心脏病，他买通司机，换了外公的救心丸。他还伪造文书，趁乱吞了温家13个厂房。闭嘴！一派胡言！快把那东西烧了！是你害死了我爸，还吸干了我温家的血！老婆，你疯了！快放手！爸不能呼吸了！你个畜生！你们全家都在吸温家的血！南建国、南振明，你们涉嫌故意杀人及重大经济犯罪，请立刻跟我们走一趟。我不要被抓，姐，你救救我！我可是南家独苗啊！到你了。肯尼亚，我不去，我死也不去非洲。你当然可以不去。那我把你聚众赌博、飙车撞人的证据交给治安官，进去陪他们，还是去非洲挖矿？你自己选。南家的天变了。南建国进去了，南桑宁一个黄毛丫头懂什么管理？以后南市得靠我们在座的各位成长。就是，让他交出公章，拿点分红滚蛋得了。我滚蛋？看来张董是想替我坐这个位置。南桑宁，别以为你报警抓了你爸就能只手遮天，没有我们这些老臣，南市明天就得瘫痪。是吗？那我就让他瘫痪。你想干什么？关门打狗。我南桑宁的规矩就是南市的规矩，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。南董息怒，我们交权，我们全都交。我不去肯尼亚，姐，我真的错了，让我留下吧。南董有令，即刻起飞，不得延误。啊！南向宁，你这个魔鬼！
南董清扫完垃圾，是不是该验收一下战利品了？贺先生提着箱子来，是求包养？是求南董给个名分。我眼光可是很高的，一般的聘礼我可看不上。倾尽所有，够不够？辉耀的江山，我打下来了，连同我这个人，现在全归你。贺总好大的手笔，交出底牌，就不怕我拿了钱翻脸不认人？我人都是你的，心甘情愿被你利用，只要南董别赶我走。想留在我身边，得看你听不听话。混账东西！我贺家100年基业，岂容你为了一个女人拱手让人？贺老先生，进门前先叩门，这是3岁小儿都懂的规矩。您带着人硬闯我南市的董事长办公室，贺家的家教就是这般粗鄙。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跟我谈规矩？一个暴发户家里出来的乡下村姑，用了什么狐媚手段迷了我儿子？爸，你嘴巴放干净点！你给我闭嘴！今天我非要让这个上不得台面的女人知道什么叫门第天权。门第规矩，在我这个100年世家当家主母面前班门弄斧，简直滑天下之大稽。君子端方，温良如玉，主客有别，非请莫入。贺老先生满口门楣规矩，行事却如草莽匹夫。这杯茶，教您明心见性。你牙尖嘴利，我贺家绝不承认你这种女人进门。是我高攀她，不是她高攀贺家。她若不愿嫁，我贺思义今天就倒贴入赘南家。从今往后，我生是她的人，死是她的鬼。好，好，你就死在她身上吧。我们走。贺家不接受我了，南董，我净身出户了。所以呢？给个名分，收留我吧。收留你可以，但南家的规矩可比贺家严多。南董的规矩我都守。这位少爷，我以前也是名媛，我懂规矩的，您赏口饭吃，让我上车好不好？我操，这他妈他是什么神仙手笔？不可能！南上宁那个村姑凭什么？凭什么？盖了你的章，我就是你生生世世的私有物。弄出这么大动静，贺总这是想逼婚？不是逼婚，是昭告天下。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，是我贺思雨死皮赖脸的求着入赘南家。南董，江山归你，我归你，准了我吧。假的，都是假的！他是个连字都不认识的乡巴佬，我才是南家亲！既然你这么有诚意，那我就勉为其难收了你。老婆，贺思玉，规矩点，这可是办公室。全京城都知道你包养了我，现在是我服食主奶的时间。让我进去！我是南桑宁亲妈，今天结婚的是我亲闺女，我是她妹妹，你们凭什么拦我？让我进去！贺总有令，南家余孽靠近会场100米，打断腿。征哥哥，你怎么在这端盘子？看清楚了，以前的陈家家主现在都只能在外场端盘子，你们两个也配踩主母的红毯？滚！这哪是结婚，这就是女王登基。贺三少真舍得把会耀的全户技术全砸这场婚礼上了。
南董，你终于肯给我一个合法爬床的名分了。贺思琪，进了我的门，南家的规矩背熟了吗？难得300条倒背如流，钱归你，命也归你。记住，敢越界，我能捧你上天，也能踩你入泥。我不越界，我只做南董群下最忠诚的臣子。怎么回事？安保系统被黑了。这纹路，这气息，是我前世大婚时皇上御赐现世主母的一品高明经书。这是神迹呀！贺夫人，南董万福！我操！季言，你赶紧掐我一下，我他妈是不是在看仙侠片？贺撒这老婆到底是何方神性？科幻个屁！这就是我姐妹应得的牌面，天生凤阁，懂不懂？给我崇拜！懂，你轻点，我的姑奶奶。原来这才是真正的他，睥睨天下，不被任何人掌控。贺思恒，你确实比我幸运，也比我勇敢。你接住了他的全部。老婆，连老天都在给你加冕。请问新娘，你是否愿意？我不回答别人的问题，我只做我自己的决定。带上他，你生生世世都是我的人。好，生生世世。前世我守规矩，看人脸色，这一世，我偏要站在所有规矩之上。我南桑宁想要的，都是我的。你拥有天下，而我拥有你。